那我们刚会有3种吃法，第一种吃法可以吃它的原味，那第二种吃法可以加入瓦萨比做食用，那第三种吃法可以加入高汤面泡饭做食用，可以做我们汤面做参考。I don't think like that, she says to me. I can't help but feel the subtleties. So if it all expires, I guess the date's not what it seems. But I can't help it, boy, she says to me. I'm not sure I truly gave my best. Made a home but still feel like a guest. And if I've made just one mistake, it's not speaking with my chest. And maybe I'll just cry a little less. The tension, headaches always get to me. Often leave me dazed and wondering. So do you mind if we rewind? 'Cause my mind's on other things, but I'm not sure you'd find them interesting. And maybe I should practice how I feel instead of trying to reinvent the wheel. I know I overcomplicate, but simplicity's surreal. It doesn't seem to me too big a deal. 嗨，大家，我到家了。离刚刚吃饭时间大概有15到20分钟左右。其实这个时间刚好就是吃东西消化的时间。那刚刚我吃的那个鳗鱼的那个定时，就我今天真的肚子很饿，然后今天下午去听了台北的1研讨会。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吃东西这样，然后所以我刚刚呢就又再续了半碗的饭。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那么多的饭了，因为我前面呢没有吃苦瓜生态，就我没有带苦瓜生态在身上，看得出来我现在很疲倦，我现在就是蛮想睡觉的。所以吃苦瓜生态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空腹之后吃东西的血糖就是不要一下子上升这么快，所以就不会让我就是头晕想睡觉。虽然饭后吃就是效果没有饭前吃的好，但是有吃比没有吃还要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补吃苦瓜生态。假设我今天真的忘记吃苦瓜生态了，消化完之后我又觉得现在肚子很饱，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补充我们的酵素。那这个酵素跟这个酵素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可是是不一样的效果。这个是台湾爱多美的凤梨酵素。那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体体内就是感觉负担很大的话，你也可以吃这个凤梨酵素。这个凤梨酵素不管是饭前吃或是饭后吃都可以。那饭前吃的话，就是你就是可以去清除你现在体内的一些废物，帮助它就在更快的分解。那饭后吃的话，就是说它是在去消化你刚刚吃进去的那些东西。凤梨酵素就像一把剪刀一样，把你刚刚吃进去的大东西，然后剪小块一点，让你的肠胃比较可以更容易的好吸收。这样这边跟大家小科普一下，就是市售有一些品牌呢会刻意强调他们的凤梨酵素是采用凤梨精，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好像没有特别需要强调出来，因为大约8-9成的凤梨酵素的品牌呢，通常一定都是采用凤梨里面的这个精，因为凤梨这个精呢，它含有的这个酵素是比凤梨的这些果肉还来得更多的。同时呢，凤梨精里面的这个凤梨酵素，它的活性是比较高，然后抗发炎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凤梨酵素它一定都是采用凤梨精。那当然，虽然说这个是一个还蛮普遍应该要这样子做的一个做法，可是还是有一些不肖厂商的凤梨酵素可能是来自于凤梨的果肉，所以在去挑选的时候，当然除了就是大牌子之外，你要去
看一下它的这个凤梨酵素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凤梨精。那爱多美的凤梨酵素呢，就是采用凤梨精。那这个韩国版的酵素呢，它不止6种，它的酵素已经是提升到了11种，它也可以去分解一些乳糖啊、半乳糖或是一些转化酶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分解的酵素其实是更多的。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凤梨酵素这个东西你有去做研究的话，其实有一些品牌呢，他们是会将这个凤梨酵素的这个产品，他们只会去针对消化蛋白质。那你如果想要去消化其他的东西，他们可能会用其他的产品去做包装，等于是说你想要消化蛋白质，它可能就是一个产品，然后你想要消化碳水化合物等等，它就是另外一个产品。可是爱多美的这个酵素呢，不管你是台湾版本或是你是韩国版本，它全部都在这一条里面，全部都吃得到，所以真的是比较方便啦，就是你不用为了分解很多东西，然后吃了好几包，你只要吃1包就 OK 了。假设你想要它消化快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主食是淀粉，像是他们的拉面，他们最常吃拉面，或是他们的饭卷等等的，还有他们也很喜欢吃烤肉嘛，它也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都是他们非常常去吃到的东西。那他们的这个韩国版本呢，他们就有去做实验，就是你如果吃1包拉面的话，它这个韩国版本呢，它在消化你这个拉面的这个淀粉，它的速度是会变得更快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消化变得更快的话，你就可以去吃这个韩国版本。那我自己个人呢，目前就是我还是不喜欢有胀胀的感觉，所以呢，我都会选择去吃这个韩国版的。那这个韩国版的它的这个凤梨的味道呢，又更浓郁，它就是粉末。倒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长这样子的粉末。在吃这种帮助消化的东西呢，你还是要配大量的水，因为你如果水喝的不够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它反而是会让你的身体就是反而是排便会更不顺的，就是反而会有可能会有造成反效果。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水还是身体帮助身体吸收代谢一个非常好媒介，所以水要多喝。对，我在跟我弟弟讲，因为我平常真的非常少喝水。刚刚吃了苦瓜生态之后呢，现在就比较没有那么想睡觉了，所以苦瓜生态真的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血糖，对于你的空腹之后的那个疲惫度还是真的有差。嗨大家，我现在呢要准备化妆，然后我今天想要吃佛卡夏。昨天晚上睡前我就看到有人在分享酸种面包，然后我就很想要吃面包，我就决定今天要去买面包，但我还没吃午餐，所以我想说我去一间有卖面包的咖啡厅好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很想要吃甜点。然后呢，我今天要用的这个是爱多美的珠光隔离乳。这个珠光隔离乳其实我是现在才认真使用，以前我就是只有在家里用我妈妈的。那我最近呢就自己买了1瓶，因为我就是想要把所有的产品都拍过一个短影片，对，所以我就买这个回来。然后最近用的时候发现我很喜欢，你看它超级像乳液，非常的保湿，很适合我们这种干肌的人。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想要使用这个珠光隔离乳，是因为它的防晒系数没有很高，然后我又是一个就是我想要有一点点遮瑕力的，可是呢这个珠光隔离乳它就是你看它的质地就是很像乳液，就是非常的保湿，水分很高，所以它的遮瑕效果就没有这么的高。然后因为我很常熬夜，所以我的黑眼圈呢就是比较重，所以我都会希望我的黑眼圈可以稍微有一点遮瑕效果。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以前都觉得我好像用防晒就可以去取代这个珠光隔离乳，所以我就没有想要用这个珠光隔离乳。但是呢，我最近就是买回来使用，然后就发现它上完之后的那个脸色的那个皮肤上面的光泽就像珠光一样，非常非常的细致，在太阳底下真的会非常明显。我看一下，就这边有上跟这边没有上的那个提亮的感觉差很多。然后因为你看我的皮肤是会容易有泛红的，然后会比较容易过敏，所以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就是会比较倾向用防晒。它这个珠光效果真的超级细致，然后完全不显毛孔粗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清透妆感，然后或是说你需要在上妆之前就是
让皮肤就是保湿一下的妆前乳的话，我觉得这罐珠光蛤蜊乳就非常适合你们。我真的很喜欢它上完之后的那个脸部的那个光泽感。这个 BB 霜呢，它就是遮瑕效果还好一些，然后我会稍微用手把它推开。这个的防晒系数是最高，就是它有 SPF 50+，然后 PS 4+。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粉扑开。这2罐 BB 霜跟珠光蛤蜊乳，它们的这个保存都是用真空的，所以下面完全不会浪费。然后我这罐 BB 霜我也用了至少1年多了，超过1年多，它用量真的很深，然后遮瑕效果很高。我等一下去用镜子看一下好了。好，现在呢我已经整个脸都上完了，然后我现在要赶快出去，因为我想去的那一间店它好像到6点就关了，现在已经4点出了，然后坐公车要半个小时左右。今天那间咖啡厅呢也是我第一次去，带你们去。其实很不习惯拍 vlog 或是剪 vlog， 因为就觉得好像每天的碎片都断断续续，但是看其他人的 vlog 好像都是这样，就是每天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有些时候是没有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把特别的事情，也不是说特别的事情，就是把想记录的东西记录下来。尤其最近就是这几天是以巴战争，人家说是第3次世界大战，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了很多很忧国忧民的一些想法，就会觉得，尤其是昨天晚上我就觉得，难道就是我们是要带着恐惧前行，还是我们是要装作就是好像没有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国际情势，对。我觉得一般的人在生活，通常都不太会，就是好像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或是表现得出来说，哦，他们现在就是很担心他们会战争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我不确定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想，就在我自己的生活圈，就是不会看到太多，好像有很多人对于这种事情很表现出来会担心的事情，就是大家好像都还是这样子生活。有预言说7月5号可能台湾、日本、菲律宾附近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嘛？我也曾经就觉得非常害怕，因为我非常的怕地震，我很怕那个时候会有很大的地震，然后加上因为我现在又有养爱葵，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那就算了。可是因为现在有养一只猫咪，然后我就会很担心说，如果地震来的话，那我抓不到爱葵的话，那爱葵要怎么办之类的，就是我会想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呢，现在就是你知道吗？不管是科学或是玄学，就是科学尽头是玄学嘛。然后我相信科学，可是我觉得我也相信玄学，就是我也相信，神明们是有在守护台湾的。然后，也相信有外星人，也相信有小精灵，就是我是相信这种东西的人。只是我当然我自己都还没有就是见过，或是还没有体验过嘛，所以我是宁可去相信说，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存了很多善念，这些善的能量是能够守护台湾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的心灵跟想法真的是是很善良的，所以我就是会相信。我宁可相信，就是我们今天是有这样子心存善念的话，那这些能量是可以守护台湾的，对。所以我昨天晚上呢，就是看到了很多跟战争有关，或者说你在滑那个 threads 上面，就是你会有很多的，不管是真的讯息或是假的讯息，我看了我就觉得哇，蛮焦虑的。然后我就是想到凌晨4点多，我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所以就觉得，假设今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
战争的危机好了，那今天我们过的每一天全部都会是一个倒数的日子。那我就是把这几天，不管是很平凡的生活，就是也都把它记录下来。也许哪一天没有办法这么自由的时候呢，看到这些你会觉得啊，原来以前这些感觉好像很平凡的生活，其实他们都是很珍贵的。对，但是我当然是希望台湾能够一直这么的自由幸福下去啊！又说太多了，好，我们准备出发吧。现在里面很多小孩跟长辈，然后也有超级多宠物，前面草皮上全部都是宠物，非常的可爱耶！啊，这个环境真好。太可爱了。Sit in silence with your rifle by my ear. I'd eat venison forever just to keep you here. But you push me out, I keep you down. You touch my mouth and lie like you mean it, and I'm halfway home. So in the middle, like you call my phone. Speak like a riddle and break me to pieces and skip town. God, I love when you let me down so bad. I shouldn't take it if they heard you laugh. That would explain it, and I'm so sick of loving you blindly. But you know where 哦，牙齿好整齐哦，宝宝。哦，好整齐，哇，好整齐哦，艾坤。I said it was bells, and I keep secrets. I do it well. It's exhausting.